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更博晒照啦，配文我的山与海可爱又精彩，为热播新剧我的山与海打 call， 温柔感拉满。谭松韵的微博突然更新了9宫格照片，配文很简单，我的山与海可爱又精彩电视剧我的山与海。照片里有她穿着90年代风格的花衬衫，在片场大笑的瞬间，有她和王劲松老师并肩坐在道具台阶上对剧本的侧影，还有一张是她脸上带着妆造特意保留的伤痕，眼神却亮得惊人。这条微博在半小时内转发破万，热评第一是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耿耿吗？感觉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双引号，确实不一样了。如果你还觉得谭松韵只是那个永远留着齐刘海，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的国民闺女，那你就真的错过了一场悄无声息却又惊天动地的转型。这次她交出的作品是我的山与海，一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，收视率峰值冲到 2.7% 的年代励志剧。她演的方婉之是一个被亲生父母抛弃，养母早逝，与养父隔阂深重，被迫退学南下深圳打工，最终在时代浪潮里摸爬滚打立住脚跟的女人。这个角色和她过去10年里塑造的任何形象都没有半点相似之处。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，2016年最好的我们播出，谭松韵饰演的耿耿穿着蓝白校服，顶着一头蓬松短发，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校园白月光。那时候媒体给她的标签是娃娃脸演员的春天，少女感天花板。她确实擅长这个，无论是《甄嬛传》里天真早逝的纯贵人，还是以家人之名里被2个哥哥捧在手心的李尖尖，她身上那种毫无攻击性的亲和力，让她在娱乐圈拥有了一个近乎免死金牌的观众缘。观众看着她，就像看着自家隔壁从小看到大的妹妹，带着一种天然的包容和宠爱。她的微博评论区常年是女儿好美，妈妈爱你的天下，但这种宠爱有时候也是一道透明的天花板。2020年，她凭借以家人之名再次获得高热度，但随之而来的讨论里开始出现一种声音：谭松韵是不是只能演这种被保护的妹妹角色？碎了还在演高中生，戏路是不是太窄了？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。国内影视市场对女演员的年龄和戏路向来苛刻，一张娃娃脸是礼物，也可能成为枷锁。她需要一部作品来打破这层看似温暖的壁垒。真正的转折点或许并不在聚光灯下，而在她个人的生命历程里。2018年跨年夜，谭松韵的母亲遭遇严重车祸，经过20多天的抢救后不幸离世。这件事对她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她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回忆，那段时间她觉得自己整个人是空的，好像随着妈妈一起走了一部分。然而更残酷的是随之而来的网络暴力。2019年，她在某综艺节目中谈及母亲，思念落泪，却被部分网友指责是拿母亲炒作卖惨博同情。那可能是她职业生涯乃至人生中最寒冷的一段时期。一个在戏里带给无数人温暖的女孩，在现实里承受着至亲离去和莫名恶意的双重碾压。但谭松韵没有在公众面前崩溃，她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出现时，身上那种纯粹的甜似乎沉淀了下去，多了一层静默的韧劲。2021年，有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倾诉焦虑，她看到后主动私信那位粉丝，耐心开导了很长时间。这件事后来被粉丝说出来，人们才发现，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妹妹，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个能够给予他人力量的人。这种变化是内在的，观众能感受到，
却说不清具体在哪。直到我的山与海出现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些生命里的暗礁与风浪没有击垮它，反而成了他表演里最厚重的那层底色。我的山与海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《我和我的命》，故事横跨30年，从贵州山区到深圳特区。谭松韵饰演的方婉之，开局就是地狱难度。她是弃婴，被养父母收养，养母慈爱却早逝，养父孟思远、王劲松是山村教师，沉默寡言，爱得深沉却不知如何表达。两人之间因沟通不畅和时代观念差异，产生了巨大的隔阂。方婉之考上大学，却因家庭变故和情感欺骗，最终选择撕掉录取通知书，毅然南下。这个决定不是青春剧里浪漫的闯荡世界，而是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自我放逐。剧中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名场面：方婉之在深圳的工厂宿舍收到养父辗转寄来的信和皱巴巴的零钱，信上没写什么温情的话，只是叮嘱他吃饱穿暖。他捏着钱，对着信纸，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肩膀开始无法控制的微微颤抖，眼泪无声的大颗滚落。然后他猛地抬手，狠狠抹掉眼泪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踩起了缝纫机。这场戏里，谭松韵完全没有了他以往那种外放的带动观众情绪的哭戏演法，而是极度内收和克制。那种复杂的情绪，委屈、思念、倔强、不甘，以及一丝对未来的狠劲，全在微微颤抖的肩膀和那一抹眼泪里。有网友评价说，这不是谭松韵在哭，这是方婉之在吞针，每咽下去一根，他就更硬一分。双引号，他和王劲松的对手戏是整部剧的定海神针。这对非血缘父女的情感，充满了中国式家庭的典型症结：深爱却羞于表达，关心却出口成伤。一场重头戏是多年后，事业有成的方婉之回到山村，与已显老态的养父在田埂上相遇。父亲憋了半天，说了一句：“回来了。”女儿点点头：“回来了。”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，没有拥抱，没有煽情的音乐，只有山风吹过的声音。但就在这沉默里，观众看到了数十年的恩怨纠葛，彼此亏欠的理解和最终的和解。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张力，对年轻演员是极大的考验。谭松韵接住了，而且接得很稳。她的眼神从最初的疏离、闪躲，到渐渐软化，泛起水光，最后归于一种平静的坚定。王劲松老师在采访中特意提到，松韵这孩子心里有东西，她不是演出来的，她是真听、真看、真感受，把你带进那个情境里。双引号，该剧的收视数据很能说明问题。开播初期，收视率在1.5%左右徘徊。随着方婉之南下创业的主线展开，以及这对父女情感线的层层推进，收视率一路攀升，最高达到了2.7%，平均收视稳定在2.2%以上，连续15天占据全国同时段收视榜首。网络播放量单日最高破亿，微博主话题阅读量超过10亿。更值得注意的是观众构成的微妙变化。根据播出平台的用户画像分析，追剧人群中25至40岁的女性观众占比超过了65%，这个比例远高于她以往主演的青春偶像剧。这意味着她的核心观众群随着她的转型一起成熟了。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风向也变了，以前是女儿好可爱，现在是方婉之太让人心疼了，谭松韵演技封神。豆瓣剧评区有一条高赞评论写道：“我以前喜欢谭松韵，是因为她演活了我想成为的那个被全世界偏爱的女孩。现在我喜欢她，是因为她演透了我们必须成为的那个，即使无人偏爱也要咬牙走下去的自己。从想成为到必须成为，
这背后是观众对他角色认同感的根本性迁移。当然，也有不同的声音。有一部分老粉丝觉得不适应，在超话里委婉地表示还是喜欢看他开开心心的样子，但更多是行业内的认可。知名剧评人影视毒舌发表评论称，谭松韵用方婉之这个角色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撕标签行动，他证明了娃娃脸演员的春天之后，完全可以迎来一个更为厚重和广阔的秋天。他的成功转型给所有被类型化的演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范本，用绝对真诚的生活体验去喂养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灵魂。双引号，我的山与海的拍摄过程本身也是一次去偶像化的实践。为了贴近90年代打工妹的状态，谭松韵提前1个月进组学习使用老式缝纫机，手上磨出了水泡。她主动要求素颜出镜，或者在脸上加上疲惫的暗沉和斑点。剧中有一场在建筑工地搬砖的戏，她坚持不用替身，来回跑了10几趟，肩膀被晒得通红。这些细节通过剧组的花絮和工作人员的爆料传递出来，进一步夯实了她认真演戏的演员形象，而非明星形象。2026年3月，剧集播出接近尾声，那条我的山与海的微博像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陈词。照片里有山的沉稳与前辈演员的合影，眼神里是敬重与踏实，也有海的澎湃独自面对镜头的剧照，充满了故事感和力量感。这条微博下的评论区成了一次小型的情感展览馆，有观众写长篇小作文分析方婉之的心理动机，有粉丝晒出自己边看剧边哭肿的眼睛的照片，也有普通的打工者留言，谢谢方婉之，让我想起了20年前在东莞厂里的自己。双引号，谭松韵没有在微博上对这些评论一一回复，但他点赞了一条普通网友的留言。那条留言说，看你的戏，总觉得你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，以前这个灵魂在演小女孩，现在她终于演了自己。这条被点赞的留言迅速被顶到了前列，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种无声的回应。转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，它是由一个个像方婉之这样具体的角色，一场场像吞针般隐忍的哭戏，一次次从舒适区走出来的选择构成的。数据、口碑、行业评价，这些是转型的结果，而非原因。原因在于一个演员是否愿意，并且能够把生命给予他的糖和砒霜都酿成表演的养分。我的山与海大结局那天，收视率定格在2.68%。方婉之这个角色最终没有成为商业巨贾，也没有收获完美的爱情，他只是在一个普通的深圳傍晚，站在自己创办的小型服装厂门口，看着工人们下班，脸上露出了平静而满足的笑容。这个结局不轰轰烈烈，却余味悠长。就像谭松韵的这次转型，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宣告重生，却用一部扎实的作品，让所有人看到了他演员版图上那片新开拓出来的名为山海的疆域。这片疆域里没有可爱的结界，只有精彩的无限可能。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微博之夜，始于那组名为我的山与海的剧照，始于一个女演员决定不再制作观众心中的甜妹，而要成为自己戏里的山海。